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于6月13号至1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13号上午，阿巴斯抵达北京，正式开启访华之行。外交部副部长邓丽在现场迎接。巴方官员表示，阿巴斯此访将聚焦阿拉伯和平倡议，期待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继续发挥更大作用。这是现年88岁的阿巴斯第5次访问中国，上一次是在2017年。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此前在例行记者会上将阿巴斯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并表示其作为今年中方接待的首位阿拉伯国家元首，充分体现了中巴友好关系的高水平。阿巴斯此访恰逢两国建交35周年。1988年，中国率先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两国建交，中国也是最早承认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国的国家之一。外界也期待通过此次访问，两国传统友好关系再上新台阶。外媒也对阿巴斯来华访问给予关注。英国《卫报》在11号的报道中写道，中国媒体说，访问旨在推动以解决数十年巴以冲突的两国方案为基础的新和谈。此前，北京成功斡旋了中东两大宗教和地缘政治对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的关系缓和。国际问题专家杨希宇告诉深圳卫视记者，沙伊关系改善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拉开了整个中东地区一连串的和平、和解、合作进程。伊朗和沙特在北京宣布恢复外交关系的同时，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正访问以色列，与该国外长举行会晤，就巴勒斯坦问题交换了意见，随后又赶往巴勒斯坦。阿巴斯在总统府会见了翟俊一行。这次巴勒斯坦总统访华呢，它实际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说，在中国亲自推动并且塑造了中东地区新一轮的和平、合作、和解进程的情况下，巴勒斯坦问题怎么办呢？事实上，美国一直试图单方面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实现和解，但明显动机不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上次在华盛顿的斡旋下举行直接和谈是在2014年，但也从那时起，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大规模增加，使两国方案几乎不可能实现。本月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往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试图施压。但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表示，沙以关系正常化将为地区带来重大利益。但如果不为巴勒斯坦人找到通往和平的途径，美国从自己的私利出发，想把这个巴勒斯坦问题剥离开来，单纯的讲，你们一个一个的阿拉伯国家要同这个以色列改善关系，这个做法本身是服务于美国的私利，并不是服务于整个地区的和平、和解、合作进程的。因此呢，它是走不通的道路。杨希宇强调，从美国多年主导和操作中东问题来看，阿以和平进程屡试屡败，也并非是美国人想要失败，而是他的操作存在根本的结构性矛盾，就是不能公平公正地对待巴勒斯坦人以及巴勒斯坦应有的国际地位。那么应该坦率地讲呢，就是中国在巴以问题上，在中东的问题上呢，中国的影响力、中国的作用，应该讲呢，并不是无限大的。但是即便是中国有限的能力、有限的影响力，那么中国在这个推动巴以和平进程过程当中呢，有一个美国所不具有的优势，那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公平公正的立场。对于一些美媒上周起炒作所谓中国将在古巴建设所谓间谍基地的说法，中国和古巴方面立刻严正驳斥。美国白宫也辟谣称此报道并不准确。然而没过几天，拜登政府官员为炒作中国间谍活动又搬出新说辞，就连国务卿布林肯也加入其中。美方一边放风布林肯即将访华，一边恶意炒作所谓的间谍行动，究竟有何目的？来看报道。当地时间12号，布林肯同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会晤后举行了联合记者会，期间有记者援引此前《华尔街日报》炒作中国将在古巴建设间谍基地的不实报道，询问布林肯对此有何回应。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we have, the PRC conducted an upgrade of its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facilities in Cuba in 2019. President Biden instructed his team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 And within months of getting that instruction from the president, we've been executing on that approach quietly, carefully, but in our judgment with results ever since.
外界注意到，布林肯这番表态十分微妙，一方面将所谓的事发时间指向了特朗普执政时期，暗指特朗普没有做出有效应对；另一方面，则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炒作中国在海外的间谍活动扩张。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布林肯的相关言论不过是美方上演的又一出老戏码，外界对此早已不陌生。此前我已经多次就相关问题表明中方立场，我们希望美方反躬自省，停止造谣抹黑，停止对各国进行无差别、窃听、窃密的黑客帝国行径。布林肯居心叵测的表态很快也遭到古巴方面的驳斥。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推特上专门发布视频反击。The assertions made by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about the presence of a Chinese spy base in Cuba are false, totally false. Cuba's standing on this subject is clear and unequivocal. These are unfounded allegations. 美国《华尔街日报》本月8号曾以所谓独家报道的方式，煞有介事地妄称中国与古巴已达成秘密协议，将在距美国仅160公里的古巴基地建设所谓监听设施。古巴外交部副部长德科西奥第一时间驳斥称，所有这些信息纯属虚构，毫无依据，其意图是为对古巴封锁、动荡和侵略的空前强化寻找借口，并试图蒙骗美国和世界舆论。随后，美国白宫五角大楼高官也相继出来否认这一报道，称相关消息不准确。然而，美方自己辟谣后，却又开始兜售一套新的说辞。据路透社报道，拜登政府一名匿名官员10号曾声称，中国在古巴进行所谓间谍活动已有一段时间，并于2019年升级了在该国的情报收集设施。路透社留意到，布林肯如今的这番说法与这套新说辞论调一致。此外，释放的时机也耐人寻味，正好是在多家美媒传出他将于6月18号访问中国之前所发出的，而这一行程事实上从未得到中方证实。13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汪文斌回应表示，提到的相关访问，我也多次做出过回应，没有其他要补充的消息。纽约时报称，目前还不清楚所谓间谍的消息是否会使得布林肯访华的计划变得更复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则说，为了努力确保布林肯访华能按计划进行，分析人士认为白宫会淡化对中国的指责。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12号表态称，有关间谍设施的消息引发了许多不实报道，但白宫认为布林肯重启访华行程不应该受此影响。And nothing's changed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president wants to keep the lines of communication open with the PRC. But as for whether this recent reporting out of Cuba is going to affect Secretary Blinken and his travel plans, I would not expect so. 深圳卫视注意到，美方一边放风布林肯即将访华，一边恶意炒作涉华负面议题，已经是惯常操作。早在今年2月，在多家美国主流媒体的配合下，布林肯自己剧透马上要来中国访问，但随后中美间爆发气球风波，美国务院随即宣布搁置这一行程。有观察指出，美方的用意是希望在可能的高级别接触前搞小动作来干扰视线，试图在舆论上占据优势，为会谈增加筹码。但不论布林肯是否访华，美国都应该停止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为模式，一边向中国发出希望沟通的信号，一边又利用种种借口打压遏制中国，对中美关系毫无益处。美国在处理中国问题的时候呢，他经常是打你一个巴掌，再给你一个甜枣。这么他经常有一个做法，就是战略对冲，就是他派一个重要的高层来访问中国，那么他很有可能在涉华的事务上，他就会推出一个比较负面的东西，然后去对冲这件事情哈。所以呢，我这个也有可能是美国政府在采取战略对冲的这样一个策略。为抗衡中国影响力，美国近期还寻求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表示，已致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知美国计划在下个月重新加入该组织的决定。美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1984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以教科文组织管理不善、腐败、偏心苏联为由，首次宣布退出，直到2003年才重新回归。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巴勒斯坦为会员国，美国自此以国内法律限制为由，直接停止向其缴纳每年8000万美元的会费，这笔费用占教科文组织预算的22%。
美国也因此丧失了在该组织大会的投票权。特朗普当政后，更是在2017年一退了之。目前，美国仍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6.19亿美元会费。拜登政府上任时便表示有意重返教科文组织。今年3月提交新财政年度预算时，美国国务院主管管理和资源的代理常务副国务卿巴斯表示，政府认为重新加入教科文组织将有助于美国在全球与中国竞争。布林肯当时呼吁国会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费款项时曾直言，中国现在是教科文组织最大的单一捐助国，这相当有分量，而美国甚至不在台面上。观察指出，美国此番突然宣布想要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该组织正在研究人工智能的规则、规范和标准息息相关。如今，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全球最具热度的研究领域之一，中美是该领域的领先者。法新社报道指，美国将中国看作最大对手，有意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与中国抗衡。在13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美国曾2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该组织工作产生负面影响。如果美方这次是真心诚意重新加入，就应展现遵守国际规则、尊重国际法治的诚意，切实履行作为一个负责任国家应尽的国际义务。不能把加入国际组织当作逛公园，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更不能把国际组织当作地缘政治的博弈场，假国际社会之功，谋求维护自身所谓全球领导力之私。实际上，毁约退群早已成为美国的家常便饭。过去几年里，美国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停止落实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伊核协议，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退出中导条约，退出开放天空条约，还多次威胁退出世贸组织。分析认为，美国屡屡说一套做一套，以维护霸权为底层逻辑，背离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只会加速透支其国际信誉，让其国际形象进一步坍塌。美国知名学者杰弗里·萨克斯在《新外交政策：超越美国例外主义》一书中指出，美国例外论认为美国与众不同，拥有制定和打破国际游戏规则的固有权利，但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让美国变成了一个流氓国家，将给美国自身和世界带来危险。美国看似要回归多边组织，但实际上还在继续搞这种阵营化和小圈子的操作。本质上呢是一种伪多边主义，它的逆全球化的这种心态和思潮愈发严重，在国际事务上的这种霸凌主义和美国优先的这种盘算呢也是进一步暴露。美国对于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心态实际上是非常具有功利性的，简而言之就是合则用，不合则弃，不符合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这个历史大势。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在美国披露布林肯即将开始访华之际，有美国媒体爆料说，中国在古巴设立所谓的监听站，但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不会影响到布林肯访华。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同样的剧情如果出现2次，那就是笑话了。而美国媒体披露的所谓中国在古巴设立情报监听站的新闻，跟今年2月份的气球事件还是有相似之处的。同样是在布林肯访华前夕搞出一个大新闻，渲染中国威胁论。而且非常相似的是呢，无论气球还是古巴的监听站，都是为了表明中国对美国情报的监听和监控，同样也是添油加醋、言之凿凿。但是相比于美国已经被证实的监听行为，包括对盟国的监听，这些子虚乌有的消息，恐怕连美国人自己都不相信吧。另外一个，古巴监听站这样的爆料呢，无疑会让人联想到古巴导弹危机，制造一种中国已经深入到美国后院的形象。这只能反映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冷战战略、冷战思维以及操作手法，居然在半个多世纪之后还是没有什么变化。气球事件造成的直接的后果就是布林肯主动宣布暂缓访华行程，而布林肯访华本身呢，就是去年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一个共识。而因为美国对气球事件不专业的处理，布林肯主动放弃了与中国对话。中美在过去2-3个月之间关系陷入了低谷，交流中断，起点还是因为美方暂缓了布林肯访华。
即便不是取消，也还是造成了中美关系走低的一个初始原因。现在美方屡屡释放信息说美国主动跟中国联络，但是得不到回应，其实呢是偷梁换柱。在美方再次释放布林肯可能在本周访华之后呢，又有大新闻爆出来。我们不能不怀疑，美国国内有多少人在阻止中美之间的交流。相比于气球事件呢，这次美方的处理相对来说比较克制。首先是确认这一新闻不会影响到布林肯的行程，其次是确认这一新闻有误，也是有意进行降温，避免子虚乌有的消息影响到中美外交的进程。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对华围堵的力度、广度远远超过特朗普政府时期。拜登的对华外交团队善于战术性挖坑设陷，但是缺乏战略视野以及对中国真正的了解。像基辛格这样的外交家也看到了拜登对华政策团队的缺陷，那就是不了解中国。换句话说呢，美国对华政策建立在对中国的想象基础之上，不断升级的战略焦虑使得对华政策渐趋强硬，甚至是荒腔走板。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国务院以及国安会的官员调整，反映出拜登对华政策已经到了临界点，需要进行人员的调整。与之相关的就是政策的调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布林肯此次访华行程如果顺利进行，那可能意味着拜登对华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改弦易辙，而大概率是维持现有对华政策的态势，进行局部调整，尤其是在一些关键议题上进行危机管控，寻找可能的合作议题。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呼吁中美相互做出战略保证。美国向中国保证不会搞经济压制，而中国则保证其经济政策的目标不是要在全球投射力量。您怎么看呢？我个人认为，萨默斯的观点为重构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思路和视角。虽然这一提议未必会得到战略界的认可，现在中美关系的确处于低谷，缺少互信。那这时候怎么进行战略保证呢？其实战略保证的深层次的含义是释放善意，也就是各自采取克制战略。在这样的基础上呢，进行互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中美之间一直在寻求达成这样的战略保证，而且也达成了。我们看巴厘岛中美元首会晤时，两国元首的表述，拜登政府再次承诺4不1无意，而习近平主席也表示，中国从来不寻求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不干涉美国内政，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同时，习近平主席强调，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双方应该正确看待对方的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确立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中美巴厘岛元首会晤事实上朝着释放善意、进行战略保证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习近平主席曾说，搞好中美关系是必答题，而不是选择题。这就意味着发展中美关系要有历史感、角色感，要突破已有的条条框框，在更大的时空中呢去思考中美关系。首先，中美是共处单一但分层的国际体系之内的两个大国，这与当年的美苏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中美关系是国际体系内的大国关系，而不是两个体系之间的问题。美国从脱钩到去风险的转变，进一步印证了中美共处单一体系的现实。脱钩意味着美国要另立炉灶，重新建立一个排除中国的体系，因为中国本身就在体系之内，包括美国的盟国也要跟中国在体系内进行合作。美国进行脱钩的同时呢，中国则进行挂钩，并且呢加强了与体系内国家的合作。其次，作为单一体系内的世界大国，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因为中美关系的好坏影响到全世界。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美承担的责任也是要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不仅要避免全球性的战略动荡，就像基辛格所担心的中美可能出现冲突，也要维持全球发展体系的稳定。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就提出，和平与稳定是亚洲乃至全球继续增长和发展的最关键的前提条件，其中中美双边关系是重中之重。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世界各国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是乐见中美合作，并且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创造更加稳定可期的环境。
反过来看呢，东盟等地区具有越来越强的自主性，对中美关系也是一种约束。最后，从更长时段来思考中美关系，或许可以超越当下的诸多的困境和障碍。美国学者约翰·桑顿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崛起呢是非常平稳的过程，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理解中国崛起仍有难度。大家对2025年的世界格局没有真切的感受。2025年，中美经济总量在全球的占比会进一步上升。跳出中美双边关系的视角，超越大国兴衰的各种陷阱论，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看中美关系，会有不同的视角和发现。好的，谢谢孙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北约空中卫士2023军演12号正式启动，该军演号称是北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军演习，以美国为首的25个国家参加，瑞典和日本作为非北约成员国也参与其中。外界普遍认为，在俄乌冲突日益升级的背景下，这场军演已在近2周时间里对俄罗斯传递威慑的信息。而为了对抗北约威胁，俄军已经出台扩军计划，为与北约的长期对抗做准备。由德国领导的空中卫士2023军演于6月12号到23号举行，来自25个国家的250架军用飞机和1万名士兵参加演习，旨在提高互操性，加强准备工作，以便在北约领土受到侵袭时出动防卫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据介绍，此次演习包括行动和战术层面的训练，演习地点主要位于德国，但也涉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北约东翼国家。德国之声称，本次空中卫士2023军事演习历时4年准备，演习选定在德国北部北海、德国东部以及德国南部3个飞行区域展开应对危机情况的演习。德国联邦国防军官网的信息绘图显示，北约部队将从德国6个基地起降，参演的250架飞机机型多种多样，包含 F-15、F-16、FA-18、F-35、台风等型号的战斗机， C-130、C-17等型号的运输机， KC-135和 KC-46等型号的空中加油机以及预警机等。德国媒体报道还特意点出，有100架飞机是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派来的，其中包含北约最先进的 F-35战斗机。演习内容则包括从空中支援地面部队、空对空作战、拦截中程导弹以及机场疏散等科目。在北海的演习还将涵盖防御敌潜艇与水面舰艇的演习。除了德国北部、东部与南部的3个演习区域，还会有战机每日往返于北部演习区与爱沙尼亚以及南部演习区与罗马尼亚之间。北约所进行的联合军演，应该说主要是体现在空中，那么它主要是通过空中力量的这种分配和布局，那么使各国在空中力量方面进行协调。所以在这点上来讲，它最终达到的目的就是未来可能发生的这种俄乌战争的升级呢，做一些战略上的布局，对俄罗斯呢进行全面的空中压制。虽然在近日的一次媒体发布会上，德空军将领并未提及俄罗斯，但外界普遍将本次演习与俄乌冲突联系起来。美国驻德大使埃米·古特曼日前声称，这场演习将是一次令其他国家印象深刻的武力展示。如果有任何世界领导人没有注意到北约的精神和力量，我会感到非常惊讶，其中包括普京。在欧洲范围内，在北约军事集团内部，德国是重要的空中枢纽，其民用机场和空军基地拥有大型设施，可以为大量战斗机和其他军用飞机的集结提供很强的支持和保障。因此，虽然这场大规模空中演习对外声称是防御属性，但实质上是要演练北约成员国空军作战兵力的快速集结和远程体系化作战的能力。有俄罗斯战略专家注意到，北约国家计划演练在欧洲发生全面武装冲突的方法，显然这是针对俄罗斯的，特别是计划演练北约飞机在罗马尼亚领空和波罗的海2个战略方向上的行动。这表明演习是为了对抗俄罗斯，因为波罗的海和黑海地区与俄罗斯接壤，实质上这是为了支援地面部队进攻。从5月以来，在乌克兰冲突陡然升级的同时，北约已连续至少4次在俄罗斯周边敏感地带举行大规模军演，包括春季风暴、波罗的海行动2023、北极挑战2023、美芬联合地面演习等。
为了对抗北约威胁，俄军也出台扩军计划。俄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叶夫根尼·布尔金斯基上将日前发表文章称，俄军今年将组建一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一个空军和防空集团军、一个野战军、亚速海海军军区、5个师、26个旅，重建莫斯科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俄军这一计划表明，俄罗斯正在为与北约的长期对抗和超出特别军事行动范围的新紧张局势做准备。俄罗斯消息报报道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人士称，为了对抗北约，俄罗斯决定将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军区的西部战略方向组建一个新的空军和防空集团军，它将由数个战斗机航空兵团、轰炸机团、陆军航空旅以及防空部队和无线电技术部队组成。俄媒报道，目前俄西部军区配备有空军和防空兵第6集团军，包括一个混合航空兵师、数个直升机团和一个陆军航空兵旅。该集团军还有2个防空师，装备 S-300和 S-400防空系统。在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背景下，俄罗斯正在西部战略方向部署更多部队。去年底，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宣布，俄军规模将增至150万人，并下令组建一个新的野战军，其中将包括3个陆军摩步师和2个空降突击师。俄罗斯的话，目前要想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我觉得还要有一些新的战术思维和力量上的调整。一个是避免对峙，第二的话呢，是要通过调整它的整个战略手段和这个整个战略的运用方式，来避免的同北约的发生冲突，而且同时要迫使北约放弃，一旦俄乌战争升级的话呢，所形成的预案。除了正在申请加入北约的瑞典外，日本是唯一一个参加演习的非北约成员国。日本共同社称，日本航空自卫队接受了德国的邀请，作为观察员派遣人员参演。外媒援引德国国防部的消息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将派出日本国产的 C-2 大型运输机参演。北约全称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亚太地区并不是北大西洋地理范畴。然而近年来，北约不断强化同亚太国家关系，试图染指亚太的野心暴露无遗。2014年以来，日本与北约国家频频互动，上演军事联训。继续关注俄乌局势。近日，乌克兰军队反攻行动的早期阶段似乎初具规模。乌军称其正继续进攻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俄罗斯军队，并持续取得进展。与此同时，德、法、美等多国表示将对乌克兰的反攻行动提供各方面的支持与保障。不过，俄罗斯官方尚未正式就乌克兰军队的任何进展表态，只是称前线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俄罗斯方面还公布一段缴获乌军装备的视频，其中包括美国布拉德利步兵战车和德国豹2 A6坦克。2天前，泽连斯基在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就表示，乌军正在对俄军采取反攻行动，但他拒绝透露任何细节。Наступальні оборонні дії відповідні відбуваються в Україні. На якій стадії я не буду говорити детально. 泽连斯基还向普京喊话，现在每一个人都很乐观。Мені здається, довіряти треба нашим військовим. Я їм довіряю. Я щоденно на зв'язку з нашими командувачами, настроєні позитивно. Так Путіну і передайте. 乌军发布的视频显示，乌克兰士兵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布拉戈达特诺耶村一处被炸毁的建筑物上升起乌克兰国旗，并在邻近的涅斯库奇涅村与他们的部队的旗帜合影。乌克兰塔夫里亚方向军事部门发言人谢尔申将这一进展称为乌反攻行动的初步战果、局部战果。此外，乌克兰士兵还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托罗热沃耶也举起乌克兰国旗。据乌克兰独立新闻社报道，这一地区自去年3月以来一直由俄军占领。12号晚些时候，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利亚尔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上表示，乌克兰军队还夺回了莫克里亚利河以西约10公里处的列瓦德涅和辛达尔伊夫卡，以及扎波罗热东南部的洛布科韦。他补充说，这7个定居点是在过去1周内被占领的。路透社称，乌军在几天内攻占多个村庄，是7个月以来推进最快的一次。但乌军目前宣布的进展加起来总共只有5公里，距离在俄纵深防线上取得重大突破仍然差得很远。
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12号公布了一段缴获乌军装备的视频，其中包括美国布拉德利步兵战车和德国豹 2A6 坦克。视频中，一名站在北约设备几米外的俄罗斯士兵说：“布拉德利，这是德国吹捧的豹式坦克，光荣属于俄罗斯。”坦克具有豹 2A6 特有的炮塔。俄国防部指出，这段视频是由俄罗斯军人在扎波罗热方向拍摄。俄国防部称，缴获的全部是西方所产设备，德国豹式坦克和美产布拉德利步兵战车，部分战车的发动机还在运转，这表明战斗之迅速，乌军成员放弃尚能作战的装备，仓皇而逃。此前，俄国防部在10号的战况中已经展示了被俄军击毁的布拉德利步兵战车、豹式坦克等美西方国家向乌军提供的武器装备。俄国防部长绍伊古还向击毁上述装备的俄士兵颁发了勋章。英国议会下院国防委员会主席埃尔伍德12号对天空新闻台预测，乌军将在未来几日在顿巴斯东部发起重大攻势。他呼吁伙伴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坦克和远程导弹，加速 F-16战机的供应进程。不仅如此，美国军火商雷神技术公司也表示，计划到2024年底再向乌克兰提供5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并将产量提高到每年12套。另据路透社报道，法国、德国、波兰3国领导人于6月12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议内容为俄乌冲突当前局势及其他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几日他与泽连斯基进行了会谈，确认了乌克兰已经开始反攻，并表示这场反攻将持续数周甚至数月。我们希望他尽可能成功，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良好的条件下开始谈判阶段。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德国认为乌克兰需要在今年7月的北约峰会上得到安全保障，并且我们需要用非常具体的方式使其得到保障。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则在12号表示，现在指出乌克兰反攻的明确方向还为时过早，但美国对其成功夺回土地充满信心。布林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决心最大限度地支持乌克兰，以便他能够在战场上取得成功。一些西方军事分析人士表示，现在就乌军的反攻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截至目前为止的小规模冲突表明，乌克兰仍在测试俄罗斯的防御能力。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于12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盛大典礼，以纪念俄罗斯日。他在演讲中粗略地提到了俄乌冲突。今天，在俄罗斯的困难时期，爱国主义和自豪感更加强烈地团结了我们的社会，并成为我们英雄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可靠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日这一天，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贺电，称完全支持和声援俄罗斯人民，愿紧密携手进一步密切朝俄战略合作。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也向普京发出了贺电。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在乌克兰进行反攻时，北约举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军演，这两者有关联吗？在乌克兰展开反攻之际，北约举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军演，显然呢有给乌克兰打气，对俄罗斯加以震慑的目的。就像美国驻德国大使所承认的，俄乌冲突使得北约举行这种大规模军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250架飞机参演，1万人参加，23个北约国家及瑞典、日本参与演习呢，以德国空域为主，绵延到了立陶宛、罗马尼亚、波兰、捷克等国领空，可谓是声势浩大。借此呢，向俄罗斯发出信号，不要低估美国和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换句话说呀，北约通过空中维持2-3来鼓励乌克兰军队的士气，打压俄军士气，以秀肌肉的方式拱火浇油，加剧俄乌紧张，让乌军呢血战到底。北约军演的第二个目标是显示北约的团结和军事力量，表明美国呢仍然是北约和欧洲的领导者。虽然这次军演主要是在德国展开，演习指挥官呢也是德国人，但是美军仍在发挥关键作用。不仅参演军机最多有100架各类军机，而且呢演练的主要内容是美军的敏捷作战新概念，模拟对北约成员国遭遇外部袭击以后的快速反应。与此重叠的另一场军演是欧洲捍卫者2023，从4月下旬开始，要持续2个月，
在欧洲10个国家举行，参演的美军呢有9000人，其他北约国家的1.7万名军人先后参与。2场军演，美国强势参与，显示呢在北约的绝对领导权，凸显美军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和掌控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欧洲安全呢是美国人说了算，而不是欧盟或者是别的欧洲国家。北约军演的第3个目的是防范俄罗斯的突然攻击。美国和北约国家呢对俄罗斯的军事挑衅和经济制裁，有可能引发北约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擦枪走火，甚至引爆核战争。北约呢便以史上最大规模军演来遏制和威吓俄罗斯别动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12号下午提前1天抵达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为13号在当地地方法院出庭做准备。他再次呼吁自己的支持者们出门进行抗议，誓言将对自己被控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历史性起诉进行政治报复。特朗普同时表示，即使他最终因机密文件案被定罪，也不会退出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12号下午，特朗普乘坐私人飞机提前1天抵达迈阿密，准备出席机密文件案首次聆讯。特朗普当晚与他的律师团队见面，商讨第2天法庭应讯事宜。行前，特朗普呼吁支持者参加在迈阿密法院附近举行的抗议活动。目前，在迈阿密多处已出现特朗普的支持者举行小规模抗议活动，对特朗普进行声援。迈阿密市长莫拉莱斯介绍说，估计将会有5000至5万人可能会聚集在法院周围，警方正在为此做好应对准备。不过，迈阿密警方还没有关闭街道或设置路障的计划，但称这将取决于示威群众的规模。We hope that tomorrow will be peaceful. We encourage people to be peaceful in them demonstrating how they feel, and we're going to have the adequate forces necessary to ensure that. 特朗普今年4月因封口费案件所受刑事罪名指控，在纽约市首次出庭。当时他的大批支持者和反对者聚集在法庭外，纽约市关闭了好几条街区，禁止车辆通行。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史密斯9号起封了因机密文件案对特朗普的起诉书，指控特朗普在机密文件案中违反37项联邦刑事罪名，包括31项间谍法下故意保留国防资料罪，其他6项罪名为妨碍司法公正、做虚假陈述、串谋和隐瞒罪等。Even half of it is true, then he's toast. This particular episode of trying to retrieve those documents, the government acted responsibly, and it was Donald J. Trump who acted irresponsibly. 这一次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啊，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建制派的一种共识，就是说，不让特朗普参加下一次大选，尤其是不让特朗普能够在下一次大选中获胜啊，已经是美国现在建制派的共识啊。那么美国司法部这次调查，包括之前的对特朗普提出的各种指控啊，其实是这种共识的一种行动的体现啊。那么我想，这种对特朗普的各种司法指控啊，在选举前会不断的出现。同属共和党的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声称，特朗普被起诉是美国黑暗的一天。他称自己和特朗普站在一起，众议院共和党人将追究这种武器化权力的举措。This judgment is wrong by this DOJ, that they treated President Trump differently than they treat others, and it didn't have to be this way. This is going to disrupt this nation because it goes to the core of equal justice for all. 在第2次遭到刑事诉讼后，特朗普对支持者发表演讲称，在这个国家，我们现在需要力量，我们的国家必须进行抗议，我们已失去了一切。特朗普同时表示，即使他最终因机密文件案被定罪，也不会退出2024美国总统竞选活动。2024, we're going to stand up to the corrupt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We're going to evict a totally corrupt president, Joe Biden, from the White House. 特朗普再次被起诉后，支持民调不降反升。12号公布的路透社易普所民调显示，81%的共和党人认为针对特朗普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1号的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在共和党选民中获得61%的支持率，以显著优势位列第1。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以23%的支持率排在第2，其余竞争对手的支持率均不足5%。另外，4天之内，特朗普竞选团队收到超过800万美元的捐款。那么，特朗普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共和党的一个形象，就是说，这个共和党里面没有人可以和特朗普进行
相同的声望。我们知道，在西方式这个选举中，往往受害者可能会得到一个更多的同情，所以特朗普摆出一副受害者形象，使得支持特朗普的人对特朗普的那种拥护那种狂热的民粹情绪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在受到指控以后，他在共和党选民中的一个民望非但没有大幅度下降，反而有所升高的一个原因。美媒称，根据宪法，即便被定罪，特朗普仍可以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法律专家表示，被刑事起诉并不妨碍特朗普竞选总统，即使他被判有罪，也不会阻止他就职。特朗普的律师哈巴接受访问时表示，特朗普不会与检方达成认罪协议。他称，特朗普只有在定罪或毫无胜算的情况下，才会与检控部门妥协。不过有声音指，这次证据确凿，无法想象会以怎样的途径解决诉讼。100% they are afraid of Donald Trump, and they should be. He is leading in the polls, and every time they hit him, he just gets up and hits them harder.